设宴纹理是最丰富的。文房四宝当中，设宴是最有收藏价值的，它可以万代同辉。我叫张鲁，现在在环山市歙县，从事歙砚砚雕工作，这是第7年。Zhang's family has been making inkstones for 3 generations. His grandfather is a famous inkstone maker. Now he works with his mother, who taught him this craft. 我外公的话叫胡振龙，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可以说是第一批做歙砚的匠人。那时候邓小平访日，第一番带出去的国礼的歙砚叫砚池春，当时也是由我外公亲手雕刻完成的。商周时期，它就已经有砚台的，那时候它有土制的、陶制的砚台，它一直伴随着华夏文明的一个进程。歙砚它能作为4大名砚之一，它的几个特点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实用性，它的发墨和下墨效果非常的好。它的石材是以黑灰色调、青灰色调为主，冷色调，比较符合文人的一个气质。从选石开始，制砚胚设计、雕刻、配砚盒。一般的话，少则几天吧，多则数月，甚至1-2年都有可能。审石之后，审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自己已经是在心里面构思了。有些的话，也许你要多看看琢磨，摆上几个月，甚至1-2年之后，你才能有感觉，那也有。这番料子的话是顶级的一个质地了，它的纹理的话是有水墨般的意境，可以说是美中不足的部分是这个石头上它有一些白色的石英线，它也是大自然的一个造化的话，我们尽可能的给它保留下来，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些设计去让它把不完美变成完美。主要的从造型上分类，它分速工砚和随形砚。速工砚的话，它有长方形、有梯形，也有圆形。设计方面最难的是随形砚，既要考虑到实用性，然后要考虑到它的美观，所以这个要结合到石头的它的一个特点以及自己的一个审美点吧。然后就是雕刻。该去除的一些东西先给它去掉，让它的雏形显现出来，然后再来一步一步的给它精雕细刻。砚的话，它第一要素是它的实用性，所以砚池它是很关键的一步。雕刻好之后，然后就是打磨，先用粗的油石砂纸，再用到细的。整个完成之后，带有收藏性质的砚台，或者说作者比较满意的砚台，我们会留下铭文。Zhang's family is famous for making inkstones, but even they weren't keen on him entering the family business. 张鲁，我们长辈都不想他学，因为这个太辛苦，灰尘又多，对肺啊什么都不是太好。特别是我父亲，就他这一个外孙嘛，他一直对我，他并没有传授怎么雕刻。他年轻的时候参加抗日战争，他与他们领导的一个女儿当时是互生情愫，都没有和对方有过联系了。直到他60多岁的时候，那一位女士找到了我外公，结果我外公就因为知道对方已经有5个子女，然后全部都是考上
都是考上名校，然后自己的子女还在这里只是做砚台，所以他就一直希望我就坚持先读书读出来，考上大学再说。那时候其实从小也有的时候看大人在做砚台，或者看到那些东西，自己也会拿块石头在边上凿一凿雕一雕，总想尝试一下。这个其实真正雕刻的话，从一开始最早自己雕砚台还是自己试着雕，这也算是自学吧。我妈看到我还是能沉下心来做这件事，所以就一步一步的把她一些刀法各方面的教授给我吧。因为我外公的话，他在他的概念里面，功夫是在砚外嘛。然后他几乎每天吧都会画画写字，因为其实每个年代他都不缺少工匠，他缺少的只是一些金石书法绘画各方面你能融入到砚台里面，这些元素才是决定一番砚是否能成为一个经典或者一番顶级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因素。